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均线。均线是一个最常用的技术指标，那么英文呢就叫做 moving average，这个移动的平均。那均线的定义呢，就是代表在某一段时间内它的平均股票的平均价格。那你可以想象，这就代表在这一段时间内买入股票的平均成本。这是一项最基础而且最常被用到的技术指标。所以网络上你偶尔也可以看到有人用均线来操作股票，也得到还蛮不错的效果。那这边有几个范例，譬如说我如果要抓最近5日股票的平均值，那这叫5日均线。简单讲，我们就讲说5MA。那这个为什么叫周线？因为股票一个礼拜只有7天，那7天内只有5天能够进行股票的交易，所以我们抓5日平均就叫做周线或叫5日均线。那另外呢，也可以抓20日的均线，叫20MA。那这为什么叫月线？因为一个月大概有4个礼拜，那每个礼拜有5天可以进行股票交易，所以我们就抓20天当做一个月的平均价格。所以它的计算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抓前面 n 天包含今天的收盘价，然后加总除以 n 或者是我们讲这叫 NMA。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范例，假设这边是我们的股价刚好我都随便放一个整数上面去。那第一个我们如果算3MA，一种做法呢就是算到第一天只有一个数字，那因为只有一个数字嘛，我就直接6除以1得到6。碰到第二天有得到6和3，那因为只有2天嘛，所以6加3除以2是4.5那终于到第三天，这边我们就有3天了所以就6、3、7加起来除以3得到5.33那接过来是3、7、8除以3加起来除以3加起来刚好等于18除以3就得到6。这样以此类推这样所谓的 moving average 呢，就是这样一路移下去，每一次三个往右边移，然后加起来除以3那同样的方式呢，你可以算4MA就是要抓4个那同样的也是这样，这边只有一个，所以我就放6这边只有2个，我就6加3除以2那这边有3个6、3、7，我就除以3只有这边才开始有4个那这4个算起来刚好也等于66加3加7加5除以4就得到这边的6。那接着呢，我们下一个呢就是3785，那得到加起来3785加起来等于23，23除以4就5.75，所以这得到这个值。这就以此类推就一路往右边移，然后把它的平均算出来。那当然了，有时候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比如说我要算3MA，那不到3的情况下，我可以不算。那不算呢，我就放进一个特殊的符号叫 NaN。NaN 的意思呢是 not a number，比如说0除以0就是 not a number 那在数学上的惯例是，假设我们要画图，碰到 NaN 我就完全不画出来，因为代表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数值。那这边也是，你要算4MA 嘛，所以前面3个都不到4个，所以我直接放 NaN，然后到第4个才开始往下计算。所以这个均线的计算应该是蛮直觉、蛮容易的。那我们把均线呢，通常又分成短期均线、中期均线和长期均线。那什么叫短期均线呢？就是5日均线，或者我们叫周线；10日均线我们叫双周线。那这个当然适于短线操作，我觉得1、2个礼拜就希望得到一些结果。那中期均线呢，简称中线，那它当然就是20日，20日这就是月线，60日就是季线。一般比较长期投资的人就会用月线、季线来操作。那这个适合中线操作，还不算长期的那长期的均线呢，这叫长线，那通常就是用在120日的均线，那就是半年线了，或是240日的均线，或叫年线，那这是长线操作的人。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在这里，有没有？我们这边的均线和
和它的双周线，就是会变化的很快哦。这边应该是有一个周线，周线是红色的，然后这个双周线是一个蓝色的部分，那它就比较贴近股价。那接着到了20日均线，这个就是绿色的部分，然后60日均线或者叫季线，这就是颜色深蓝色的部分哦，一个浅蓝，一个深蓝。啊，最后你可以想象，就是日期越短，像在20日均线，它变化就比较慢，那60日均线变化当然就更慢。那到达120日均线这里，它变化就相当慢，240日均线那就变化最慢的一条线。那我们来看一个范例哦，这个是10年的股票变动情况，这是 SPY 500哦，就是美国的一支 ETF 哦。那这个时间呢是2007年1月到2017年10月，大概是10年的时间。哦，那我这边把这个线都画上去了哦，包含原先这边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因为资料太多，很密集挤在里面哦。那你可以看到年线是在这里，然后半年线是蓝色这一条，然后季线是绿色这一条，在这里。也看的不是很清楚哦。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大来看，哦，这就是我们的一年的 view。那一年的 view 呢，你可以看到股价是蓝色这一条，浅蓝色这一条，它的变动很厉害在这里。然后周线是比较偏向深橘红色这一条，在周线在深橘红色在这里。那双周线呢，就是浅橘红色这一条。然后月线是紫色这一条，这条是月线，然后季线呢就是绿色这一条，那半年线就是蓝色这一条，然后年线就是深棕色这一条。所以今天我如果不跟你讲说哪一条线是哪一条是哪一条线是哪一条哦，那我想你如果直接看这个图，你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变化最缓慢的就是这条年线，我们在这里这条变化特别缓慢哦，然后再过来是半年线变化次缓慢，然后再过来是季线变化次缓慢，这样一路下去。那像这个周线在这里，周线就升这一条，它就跟着就会比较贴近于这个价格在走。那同时呢，如果以季线来看呢，我们仔细看一下，季线是绿色这一条，你会发觉一旦股价有没有股价是浅蓝色这一条，它一旦像这一块它都高于季线，这一块是低于季线，这一块呢又是高于季线，这一块又是低于季线，这块又是高于季线。我们讲大概没有抓得很详细，然后这整块又是低于季线，所以呢你会发觉它有一个 momentum。就它有一个惯性哦，它一旦高过季线，它就会高一阵子；它一旦低于季线，它也会低于一阵子。所以你可以大概猜一下说，它一旦高过季线，就好像有一个爬高的趋势，就会爬高一阵子。那这是不是你就可以想象说，这可能就是一些买卖的讯号。好像这有没有？一旦高过季线，它就高一阵子，这边低一阵子，又高一阵子，等等。那利用这个观察呢，我们就可以想制定一些买卖的策略。哦，这个是一年的 view。那如果这个是一个 quarter 一季的 view，那这一季的 view 可能就比较时间比较短哦，比较不容易看出来。但是如果你跟这个一样，季线是绿色这一条哦，那跟季线在比的话，哦这一大块全部都高于季线，这块低于季线，这块高于季线。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制定一些操作的策略哦。那么最简单的策略哦，这边我想最简单叫 basic，但是 poor 就是它的表现其实不是很好。那就是说，如果我的 price 我的股票的价格呢比 MA 还要高哦，可能是这个 MA 就看你的定义哦。假设我说是季线的话，那季线就是60 MA 哦。
如果股票超越季线我就买，那股票低于季线我就卖。哦，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策略。哦，到底对或不对呢？其实没人知道。就算对有多好，或是不对有多差，那全部我们都必须要靠所谓的回测，回测叫 back test。哦，back test 就可以去验证说你这个 strategy 到底有多好。哦，那一旦知道这个到底有多好之后呢，你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去优化优化这个策略的参数？比如说我们讲 NMA 这个 N 呢就是一个参数，那呢你是不是可以利用回测找出最好的 N 出来？那之后的操作呢，就根据这个最好的 N 来进行操作。那当然这个参数可以有很多，不只是 N 我们后面还可以看到，或者你可以自己想出一堆各式各样的参数出来。但是在进行回测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假设。假设呢，第一个呢，我们买和卖呢都是 at the price of adjust curves。那所以我们之前讲过，股票有所谓的开高收低有四个价格嘛。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我们的档案里面呢，还有一个 adjusted curves，就是说经由调整之后比如说股票可能会分股息、分股利，分完之后呢，它必须去调整它的收盘价。那调整完的收盘价才是比较稳定的价格，比较合理的价格。那所以我们这边说，不管买或卖，都是用 adjust curves 来进行。因为只是回测嘛，实际上回测会有碰到很多特异的情况，要特别小心。为了让它准，那就会必须考虑到很多实际的情况。但是有时候太实际，你又没办法真正去操作回测，所以呢，你必须两者之间取得一个权衡。那我们假设这边是，如果你要买就全买，如果你要卖股票就全卖。所以这是 all in 或是 all out，就是全部买或全部卖。这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做法，但是我们只是回测一下，再看看效果有多好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最简单的方式。那同时我们也假设说，没有这个交易费。通常一般来讲，股票交易有所谓的交易或交易费等等。这个交易费各个可以在网上查到其实上不高，是类似3%左右等等但是它常常会变，所以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所以我们假设在这三种情况下，很简化的情况下去测试我们这边的策略很简单的一个策略我们所以来看第一个情况下，我是利用5MA 周线来进行测试就是股票价值如果超过5MA 我就买，低于5MA 我就卖。那这边是买卖的讯号。如果当这个值是1的时候，我就开始买；0的时候是不做任何事情，-1的时候就卖。那你看到在1年内它操作非常频繁买抱歉，这不是1年，这应该是10年所以买总共337次，卖也是337次。但买卖结果呢，其实效果并不好最后呢，你还是赔了你的这个 return rate 最后是赔了38，将近39%那你看到这个股票的部位呢，也是越来越少，因为你买卖其实可能都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最后赔了38%。那当然了，如果说你把这个交易费算进来的话，哇，那可能会赔的更多，因为你买卖太频繁。那再过来看，这个是20MA，以这个月线来看，以月线来看的话，它的买卖你看个数就比较少，买170，卖169那这个可能操作情况也不是很好，所以 stock holding 用的股票数也越来越少，但其实你可以看到这股价是越来越高，从这个2007年到2017年最后 return 呢还不是很好，赔了1.2%。好，接着我们用季线来看，季线来看看起来就好多了它买卖的次数变少了，没有，然后最后呢，它得到的 return 呢是66.9，将近67%，就开始慢慢变好了。所以这个从这里你可以有时候也看得出来，你说交易的策略不是很好，你频繁的进出其实是赚不了什么钱。
然后最后来到半年线，半年线因为它的变动很缓慢，所以你这只股票又要超过它、穿越它往上或者往下，这个机会都比较少，所以买卖哦大概只有58或者57次，最后呢它的 return rate 是68%。那最后如果你使用年线的话，哦，你可以想看看年线有没有在就是这条线，它变动非常缓慢，所以真正的股价超越年线或是低于年线的机会就比较小，所以买卖次数都非常少，只有20几次，10年内只有27次，所以你可以想象1年内大概2、3次而已。哦，那这个股票呢，最后你的 return 呢是赚了将近120%，哦，10年赚了120%。那这个策略呢，其实就像我讲的，它是最基础的策略，但是它不是很好。所以不是很好的，你可以想象，你就 buy and hold，你今天在这里买100多块钱，在这里卖，哦，这边大概有200多块钱，这样你就已经超过100%了。你就是 buy and hold 就的意思是买进来，然后放着不动，到最后再把它卖掉，这样就整个它的 return 就超过100%了。哦，所以你就根本就不用做这么麻烦进进出出的事情。那但是所有的其实这是要小心的地方哦，所以这整段哦一路往上爬，这是在整个是在牛市的时候。其实，在牛市的时候，你买卖好像也没什么必要，你就掰以后它就一路上去了。那只有在上下震荡的时候，你才需要去操作买卖哦，才能够就是买低卖高哦，再这样反复的进出哦，希望能得到最大获利。那这时候这些策略才会比较发挥它的价值。好，那当然我刚刚讲过，我说你既然可以回测，知道用 NMA 哦，当 N 在变动的时候，它会分别有不同的获利。那我可不可以就跑一个暴力法哦？就是这边我是 N 在变动哦，这边是我们的 N 哦，就是我的 window size，然后呢这边是我的 return 哦，那你就整个把它扫一遍，你会发觉说最大的 return 呢是发生在这个 N 接近300的时候。那得到最大的 return 是141%。那这个就是回测能够带给我们的效用，它能够帮我们找出一些参数出来。那这些参数呢，在过去呢能得到最高的 return，那我们期望假设未来和过去的情况大致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用同样的参数得到的最大报酬率哦。那当你在 fine tune 这些参数的时候，哦，像这个 n 等于将近300的时候，那这个就有点慢慢就有点像 machine learning 的味道，你要必须调整参数，让你的报酬得到最大值。好，那我刚刚讲这个 MA strategy 呢，你有没有一些可以延伸的方向？哦，我们刚刚讲这个 MA 叫 simple MA，哦，就是说全部加起来除以 N。那另外一种叫 weighted MA，哦，weighted MA 就是越靠近我，哦，譬如说你要算这个4MA 的话，我今天的权重是4，昨天是3，哦，前天是2，大前天是1，哦，那就是用不同的权重。哦，让它显示说越近的价格越重要。那还有一种叫 exponential MA，哦，也是非常类似，只是它呃分配权重的方法不太一样。那这些呢，你都可以在 Wiki 上面很容易找到。那这边又讲到说什么时候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我们刚刚用一个股票的价格如果大于某一个均线，我们就买；小于某一个均线，我们就卖。但是这样子呢，因为股票价格上上下下跳动很厉害，那另外一种方式呢，我就把它改成，如果短期均线大于长期均线，我就买进，或者是短期均线小于长期均线，我就卖出。哦，那有人叫这个啊、一个是黄金交叉，一个是死亡交叉。那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策略，但到底好不好？哎，同学们可以自己回测看看。那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目前的价格呢是高于 MA，而且超过一个 margin alpha，那我们才买。哦，那如果 price 是低于 MA，而且它的 difference 超过一个 margin beta，我们就卖。那你看，你这时候就有3个参数啊，一个是 N，一个是 alpha，一个 beta，你就针对这3个参数做最佳化。
那你可能得到的结果呢，就比前面只有针对 N 来进行最佳化，得到效果就会更好。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到底要怎么样，调整这些参数，让你的收益为最大，完全就是靠回测。那当然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延伸呐、你可以甚至加上说，不但要高于 MA，而且是创，譬如说2周以来的新高，我才进去买，这样也可以。那为什么是2周？哎，那就是你回测是2周比较好呢，还是3周呢？还是4周？这是靠回测就可以把这些参数把它找出来，最好的参数把它找出来。好，那这边就是有关于我们今天讲均线哦，这边有各式各样的有关于均线的 reference。这边各位特别建议这边可以看一下回测容易犯的几种错误，这要特别小心。我们现在回测呢都做得非常粗糙哦，但真正你要能够回测，那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软体可以帮你进行回测，那这些软体呢可能做的都会更精细一点。好，那我们今天有关于均线就先介绍到这里。